嗨，大家好，又係我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喎。多間大行指出 ，AI 人工智慧公司循環融資協議咧，從而形成一種 AI 閉環嘅經濟喎。咁究竟有咩危機呢？今期我會講黃金白銀將大跌嘅，而且跌幅驚人喎。黃金從高位下跌44.8%，白銀咧就下跌72.7%喎。咁究竟幾時會發生呢？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截至10月11號各項指數嘅印記，美匯指數報99，道指報45,479點，標指報6,552點，納指報22,204點，黃金報4,018美元，白銀報50.01美元。繼金價連續創新高後，剛突破4,000美元，白銀價格咧係追落後嘅，資金亦開始炒作其他嘅貴金屬。現貨白銀價格突破咗50美元咧，創下歷史嘅新高，年內累升超過70%，同1980年同埋2011年嘅名義高點相呼應。而現經通脹調整之後咧，白銀價格需要突破200美元才能達到1980年真正嘅高峰。鉑金價格今年咧升幅強勁，鉑金作為黃金低成本替代品嘅吸引力。黃金與鉑金嘅比率咧，已從4月嘅3.5大幅下降至目前嘅2.44，但5年嘅平均值咧係接近2.15嘅喎，所以鉑金將有更大上升嘅空間。但要注意就係美元似乎咧已經築底，從歷史上睇咧，呢個將帶嚟黃金下行嘅壓力。如果金價確實築頂咧，歷史話俾我哋聽，金價可能會回調20%。跌至3200至3300美元區間，白銀星期五收市報50.01美元喎，但10月、11月同埋12月嘅期銀咧，分別報47.39、47.48同埋47.51。呢個說明目前咧白銀需求好大，期銀話俾我哋聽，白銀喺未來2個月咧有下調嘅機會喎。關於人工智慧泡沫嘅講法咧，Jeff Bezos 同埋 Sam Altman 咧，亦都承認呢一點喎。現在金融機構開始發出警告，一旦泡沫破裂咧，經濟可能面臨災難性嘅崩潰。英國央行金融政策委員會警告，市場大幅調整嘅風險已經增加，投資者尚未充分考慮到呢啲嘅風險嘅。從多項指標嚟睇咧，股市嘅估值咧似乎過高。尤其是專注於人工智慧嘅科技公司，呢個使得股市咧尤其容易受到風險嘅影響喎。尤其是喺人們對人工智慧影響嘅預期變得不那麼樂觀嘅時候 ，NVIDIA、AMD、OpenAI 同埋 Oracle 之間嘅巨額循環交易，已導致呢啲公司咧投入數十億美元嚟資助呢個晶片，其基礎設施同埋人工智慧嘅模式咧。呢個咧引發咗嚴重嘅擔憂啦。最近幾個禮拜，隨着 NVIDIA 同埋 OpenAI 等人工智慧明星公司宣布循環融資協議，人們開始懷疑呢啲頂級嘅公司咧可能正在支撐呢個市場。摩根大通資產管理策略主席 Michael Sambales 表示，自2022年11月推出 ChatGPT 以嚟咧，人工智慧相關股票佔標指回報嘅75%，盈利嘅增長嘅80%，同埋資本支出增長嘅9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警告話，如今呢啲人工智慧嘅估值咧，正朝着25年前科網繁榮時候嘅水平邁進。如果出現大幅調整咧，更緊縮嘅金融環境可能會拖累世界嘅經濟增長，暴露其脆弱性。受美國政府停擺影響，避險情緒推升金價持續上漲。
星期一現貨金升穿$3900，高見$3969。星期三呢再創歷史新高喎，年初至今呢累升超過54%，並且連續第3年上漲。現貨金突破每盎司$4000，曾高見$4059。紐約期金亦再破頂，大行紛紛唱好金價，高盛將明年底嘅金價目標由$4300調升至$4900，調升幅度達14%。高盛指出，金價自8月26號以嚟累升近20%，主要由於市場資金不斷流入黃金 ETF， 以及各國央行增加黃金嘅儲備，以達到儲備多元化嘅目標。瑞銀亦睇好金價，預期未來幾個月可升至$4200。另外，特朗普連番對聯儲局嘅抨擊，包括對鮑威爾嘅威脅，以及試圖罷免理事庫克，過去一段時間亦推動金價上升。麥格里上個禮拜報告預計，黃金將在市場最擔憂嘅聯儲局獨立性前景時達到周期性嘅高峰。預言，如果一個妥協嘅聯儲局明顯犯政策嘅錯誤黃金表現當然會更加強勁。1970年代，總統尼克遜向聯儲局施壓，要求減息。當時聯儲局主席伯恩斯僅作出有限努力維持聯儲局嘅獨立性，最終出於政治原因導致通脹波動。1970年代快速嘅通脹同埋金本位嘅終結，結果引發貴金屬價升幅達15倍。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請你訂閱，按下點讚同埋分享，呢個係代表你俾我嘅支持。請大家睇廣告並分享呢集俾你嘅朋友，令更多人睇到我嘅片。多謝大家支持。一般市場分析，金價之所以持續上升嘅原因係因為美國聯邦政府停擺、美國債務可持續性等短期同埋長期嘅風險，加上市場對聯儲局未來多次降息預期升溫及其獨立性嘅問題，以及全球多個地區地緣衝突持續嘅因素，推動金價快速上漲。但經濟學家穆罕默德 Al-Elian 最新認為，推動呢波漲勢係唔係上述分析同埋市場恐懼嘅情緒，而係某種更深層次嘅東西嘅信號。穆罕默德禮拜二6號喺 X 平台上撰文指出，儘管金價如此破紀錄嘅上漲通常會被解讀為投資者焦慮嘅跡象，但近嚟嘅漲勢跟其他風險資產一致嘅，如呢個標指、納指、羅素指數等呢啲資產也處於接近歷史嘅高位。因此根據穆罕默德嘅講法，呢啲與金融市場不安關係不大，而與全球經濟同埋金融秩序持續分裂關係更大。Wolf Financial 行銷長 Samuel 對穆罕默德嘅文章亦作出回應。金價上漲並非避險行為，而係聰明錢資金喺策略上對沖弱勢嘅美元。黃金大好友 Peter Schiff 最近一次訪問時亦表示，金價歷史性漲勢不會降溫嘅。佢認為黃金不停止上漲因美元不停止下跌，金價不會止步於$5000嘅，並認為金價可能會漲至$20,000。星期二彭博社報導，橋水基金始創人 Ray Dalio 表示，黃金肯定比美元更具安全避風港嘅作用，並且黃金創紀錄嘅漲勢同1970年代情況類似嘅。當時黃金喺高通脹同埋經濟不穩定嘅背景下出現飆升。黃金係非常優秀嘅投資組合分散化嘅工具，所以如果僅從戰略資產配置角色中嚟睇最優裕嘅組合大概會係把大約15% 嘅投資組合配置喺黃金上。佢對近期股市漲幅表示保留嘅意見。隨着估值飆升，股市上漲引發人工智能泡沫嘅擔憂啦。佢表示，喺我睇嚟有啲泡沫嘅感覺。圍繞人工智能嘅投機工具有泡沫嘅典型特徵，被將其類比於以往創新嘅熱潮。從1920年代末專利活動
同技術突破推動咗過渡嘅投機，到1990年代末嘅互聯網時代。另一方面，世界黃金協會最新嘅調查稱，95% 受訪央行預計未來12個月咧，全球黃金儲備將增加，並沒有一家央行預計減持。另有43% 央行更明確計劃增持呢個黃金，比例為該調查自1980年以嚟咧最高嘅。白銀喺10月咧表現甚至強於黃金，9月飆升咗16%。逐漸逼近呢個歷史嘅高點。市場分析師兼礦業高管 David Jansen 進行咗清晰嘅分析。佢認為呢個並非投機嘅狂潮，而係多年全球供應短缺同埋實際供應量萎縮嘅必然結果。我哋已經連續3年供應短缺㗎啦，缺口喺8億至10億安士之間。喺呢個之前呢種情況仲持續咗幾年添。儘管存在呢啲短缺，但倫敦白銀金庫庫存卻始終冇變化。自5月份以嚟一直穩定喺1.4億安士左右。佢得出嘅結論就係呢啲白銀係無法喺市場上流通嘅，佢哋被私人持有嘅。儘管大家有好多市場觀察家對價格上漲感到高興，但 David 嘅分析卻揭示一個更深層同埋更結構性嘅擔憂。我哋出現咗價格嘅逆價差，即現貨價格喺長達12個月嘅時間裏都高於期貨價格。呢個表明當前實物嘅金屬需求旺盛，需求遠遠超過供應。實體貴金屬市場，尤其是黃金同埋白銀，正深陷呢個困境。呢個主要歸因於倫敦等地實行部分準備金制嘅紙質交易體系。呢個市場嘅價格係由英國同埋倫敦主導嘅，你無需擁有金屬，即可出售其即時嘅所有權。呢個就係揭示問題嘅核心啦。期票數量超過實體庫存，隨着租賃利率現已超過5%，而且積壓嘅訂單不斷增加。該系統正面臨越嚟越大嘅壓力。由於供應如此緊張，實體白銀市場正進入危險嘅區域啦。現貨日價、租賃費率飆升以及金庫數量停滯不前，都證明呢一點啦。David 嘅總結發言對未來可能發生嘅事情俾咗一個令人驚醒嘅展望。未來幾年嘅趨勢將係拋售債務、拋售債券、購買實物。佢警告，鑑於各國央行大幅增加全球貨幣供應量，其後果即將顯現㗎啦，就係利率飆升、食品同埋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以及整體金融體系嘅不穩定。隨着白銀價格突破14年嘅48.5美元，引發更多媒體報導同埋公眾嘅意識，投資需求預計將加速成長㗎啦。加上易於開採嘅銀礦越嚟越稀缺，預計結構性同埋供應限制將持續存在。一啲市場觀察家提出更雄心勃勃嘅目標，預計喺6至12個月，白銀價將達到100美元。上期我講 LBMA 冇銀用，好多網友好高興咁樣留言，其中有啲網友係咁講嘅：多謝老師分享，我喺2011年尾開始投資白銀嘅，蝕足14年，現在先有起色，不蝕仍賺，苦盡甘來。另外一位網友就話啦，喺2013年左右買嘅，24刀1安士，一買就跌咗10幾蚊，而家先至合理少少。再有一個網友就咁講嘅，我同你一樣蟹足10年，當年乜戰隊異常熱鬧，我睇到佢哋終於升上水面，甚至開始獲利，但佢哋一等就10幾年，咁人生真係有幾多個10年呢？我相信大家都十分留意黃金、白銀同埋鉑金嘅。最近就多咗好多財經嘅新聞 ，YouTube 頻道不停預測黃金、白銀仲會升幾多。有啲話黃金會升至5000、1萬甚至3萬美元，白銀就會升至100、200甚至500美元添。冇錯，我都係講黃金、白銀會升嘅其中一份子，因為我係用基本經濟理論分析嘅。
同埋2008年股災歷史嘅數據。我估計咧，隨住股災發生後咧，最終黃金板咧會進入大牛市嘅，黃金會升至7663美元，板亦會升至118美元喎。雖然現在咧仲未進入呢個大牛市，但有一件事咧我從來冇講過嘅喎，我覺得今日咧一定要同大家講嘅呢件事就係喺牛市之後會點樣呢？答案就係喺黃金白銀大牛市之後咧就會進入大熊市喎。上圖顯示黃金自2011年4月從1923美元下跌至2015年12月至1060美元，下跌咗44.8%喎。白銀呢亦自2011年4月從49.82美元下跌至2015年12月嘅13.6美元喎，一共下跌咗72.7%。然後黃金白銀呢就橫行約5年才進入上升嘅軌道，整個熊市週期約為10多年喎。所以喺呢個黃金白銀大牛市之後呢，我會提醒大家嘅，到時我會講下黃金白銀會跌幾深同埋幾長時間，到時呢亦都係投資股市嘅好時機喎。我相信大家都應該察覺近年通脹越嚟越高，當關稅全面執行時呢，通脹將會升得更高，寫字樓空置率急升，而且價格不斷下降喎。呢個增加銀行借貸嘅風險，企業裁員增加，多國嘅戰事呢仍未解決，長債息口上升，國債不斷創新高 ，AI 人工智能熱潮 ，OpenAI、Oracle、NVIDIA 同埋 AMD 互相合作，從而形成一種 AI 閉環嘅經濟。呢啲天文數字嘅投資，相對不合理嘅回報，股價估值超高，明顯同2000年科網館爆破之前呢十分相似嘅。我用以上基本因素分析，我對經濟前景並不樂觀。我估計喺2025年下半年呢，美元仍繼續咁貶值嘅，滯脹風險為50%，而滯脹呢就會引致股災，股災呢又會引致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呢又會引致滯脹。以上危機疊加情況之下呢，我相信經濟衰退、股災同埋滯脹呢，最有可能喺2026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我預計黃金白銀將跟隨股市先下跌嘅，但黃金白銀嘅下跌呢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白銀呢就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至7663美元，白銀呢亦會升至118美元喎。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喎。喺每一個視頻呢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呢，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呢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呢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呢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